一年能给世界带来多大的变化？许多在2024年11月没有在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人都一如既往地认为特朗普会像第一任期一样难以驾驭权力，最终也不能产生多少实质性影响。然而特朗普 2.0 的第一年堪称一场龙卷风。本期视频将详细总结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以来的各种大事件。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职，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就职当天，特朗普就签署了创纪录的26项命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一次，包括退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同时签署释放美国能源执行令，通过大规模放松管制，取消对低效可再生能源的巨额补贴，并恢复化石燃料开发政策，从根本上瓦解了拜登政府的环保主义能源政策框架。白宫官方网站上关于气候变化和环保的相关内容也被删除。为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特朗普规划了前所未有的核电扩张计划，以满足科技巨头对巨量稳定电力的需求。除了逆转进步主义的能源政策，逆转移民政策也是特朗普早期的施政焦点。特朗普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部署军队执行移民执法，并试图结束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这直接挑战了美国第14修正案。他还签署命令终止抓捕与释放政策，并与墨西哥、加拿大谈判新协议，导致非法越境人数在3月就下降了 96%。2025年全年，特朗普通过自愿离境和强制驱逐等方式处理了约200万非法移民。就职次日，特朗普赦免了约1500名与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相关的个人，以纠正所谓民主党的政治迫害。特朗普还推动了医疗价格透明执行令，要求医院和保险公司公开实际价格以降低成本。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与丹麦总理通话，重申购买格陵兰岛的要求，并威胁加征关税。2月份，在白宫爆发了泽连斯基、万斯和特朗普的吵架大会。当时万斯指责泽连斯基不仅不穿正装，而且对美国的支持不够感激。特朗普则说泽连斯基手上没有牌，最终小泽灰头土脸的被赶出了白宫，饭都没让他吃。3月15日，特朗普援引1798年外国敌人法，将涉嫌委内瑞拉帮派成员遣送至萨尔瓦多著名的监狱看守，并下令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导弹打击。但国防部长皮特海克塞斯意外将计划发给了记者，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创造了名梗，就是这个拳头加美国加火的标志。同期，特朗普签署命令，公布部分肯尼迪遇刺档案，其中文件显示中情局涉案。此外，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建议美国实控加沙地带，并将其夷为平地，并重新开发成中东天堂。在政府重组方面，特朗普创建了马斯克执政的政府效率部，并宣布冻结公务员的招聘。此后，他解雇了17名联邦机构检察长，并指示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向公务员发送邮件，提供自己辞职的选项，接受人可以获得至9月30日的薪资。这些措施旨在减少美国政府的官僚主义。文化战争也同时展开。3月1日，特朗普宣布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进一步加强文化政策。这一季度发生的意外事件也助推了文化战争的行动。在教育领域，顶尖大学如斯坦福恢复 SAT 考试，严惩扰乱校园秩序的激进学生，发布报告承认并着手解决系统性激进左翼自由派的问题。这些是对此前多年觉醒文化主导高校管理的直接逆转。国防部长也推动清除军队中的 DEI 政策，重新招聘此前因拒绝疫苗令或被 DEI 政策排挤而离职的士兵，并改革畸形的军工复合体采购体系，从过度依赖昂贵大型平台转向大力发展无人机、小型舰艇、高超音速导弹等装备。总体而言，第一季度奠定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基调，对曾经的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政策快速且宏大的逆转。进入第二季度，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关税战成为了焦点。4月2日，在解放日活动中，他宣布对所有国家的进口征收 10% 的关税，包括无人的企鹅岛、麦克唐纳群岛，并针对某些国家加征更高的税率。月底，特朗普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共享投资资金，用于稀土矿开采，并以抵消美国武器的成本。这些行动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并引发了中国、欧盟的反制关税。同时，移民执法持续加强。5月12日，特朗普批准59名白人南非人作为难民入境美国，并宣布将向反移民的欧洲人提供政治庇护的计划，优先考虑那些因在网络上和平表达反移民观点而遭受针对的欧洲人。这项移民制度还将优先考虑英语使用者和南非白人。拟议的改革将评估申请人是否有可能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申请人还需参加关于美国历史与价值观以及尊重美国文化规范的课程。4月20日，副总统万斯访问梵蒂冈，会见教皇方济各，后者次日去世。随后，特朗普出席了葬礼，并在罗马与泽连斯基会晤，讨论俄乌问题。教廷也历史首次选出了美国籍的新教皇利奥14。5月初，美国防部发布备忘录，认定性别不正常者不适合服役，导致数千名跨性别军人离职。月底，特朗普在白宫严厉斥责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黑人极端分子号召屠杀白人的纵容。6月5日，特朗普与马斯克爆发了网络上
上的争执，涉及大美帝法案和爱泼斯坦关联的指控。马斯克一度使用极其严重的词语讽刺特朗普，此二人随后经过数月在马斯克主动服软下和好。特斯拉的股价在这期间跌跌涨涨，如过山车一样。6月7日，洛杉矶爆发了反对特朗普移民执法的暴动，特朗普部署国民警卫队进驻，并威胁如果抗议不散，将直接部署海军陆战队镇压。6月17日，在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发射导弹报复之际，特朗普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并声称美国完全控制了伊朗领空。随后，特朗普下令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空袭，使用钻地弹摧毁伊朗核设施。7天后，特朗普宣布以色列与伊朗停火。6月底，在荷兰海牙的北约峰会上，多名北约领导人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以满足特朗普的要求。这一季度总体上展示了特朗普在国际调解上的追求。贸易战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其在国内面对压力也不断增加。第三季度以重大立法为开端。7月1日，万斯投下决定性的票，通过修订后的大美帝法案。该法案包括大规模减税和取消对化石燃料投资的限制，以及强军严管边境、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的内容。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法案，并主持了独立日庆典。8月初，特朗普调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签署和平协议，建立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15日，他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举行了历史性峰会，商讨俄乌和平问题，两人互相吹捧，气氛十分融洽，但并未谈出什么实际成果。9月底，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发言，激烈批评了欧洲在史无前例的非法移民潮面前选择政治正确而毁灭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特朗普还批评了疯狂的绿色能源政策是牺牲老百姓保住虚假绿色面具的行为。第三季度，特朗普推行的国内政策包括7月18日签署首部加密货币投资法案，以及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90亿美元资金，并公布了马丁路德金遇刺档案和宣布白宫2亿美元宴会厅建设的举措。针对特朗普本人的争议事件也在这一时期频发，久久未公布的爱泼斯坦文件逐渐引发关注。这一季度，特朗普平衡了外交与国内争议，推动了多项法案，但也面临国内爱泼斯坦文件的冲击而前后适当。第四季度以政府关门开始。10月1日，由于国会和特朗普未能就支出法案达成共识，美国政府随即关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直至11月中旬，两党才达成微弱一致，重开政府。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外交调解继续。同时，特朗普威胁哈马斯如果不接受停火协议，将被迅速消灭。几天后，他宣布以色列与哈马斯就达成了停火协议，哈马斯将释放剩余的以色列人质。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特朗普的加沙计划。20日，特朗普批准了俄乌战争的28点和平计划，但乌克兰尚未同意。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基于一种冷酷的现实主义判断，乌克兰无法武力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也不会被接纳加入北约。谈判的核心在于确立未来安全保障和停火分界线。然而，普京希望获得更具战略优势的地区，以便为未来可能的行动留有余地。特朗普的态度似乎是各取所需，泽连斯基保住大部分国土成为英雄，普京巩固既得利益，然后就此了结。但实现这一交易难度极大。截止视频制作时，俄乌冲突仍在继续。12月，特朗普获得了首届非法和平奖，以弥补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缺憾。同月，他下令要求外国乘客来美时必须主动披露自己的5年社交媒体历史，并扩大旅游禁令至20个国家。总而言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前12个月见证了激进的政策变革。在美国国内，尽管官方统计的年化通胀率已从持正初期的 3% 逐步回落，但民生日用品的价格，包括房屋保险、房价、食品、汽车等，在拜登执政的几年已累计上涨 30%。这种结构性通胀的痛感并未因总体数据的缓和而迅速消失。特朗普政府未能成功的将通胀已成过去或长期能源降价将最终惠及民生的信息传递给选民，反而因他在回应物价问题时表现出的急躁而加深了公众的负面感受。与此同时，虽然移民政策的逆转相当成功，但清理已进入境内的数百万非法移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政府在执行驱逐时面临两难，为了效率，执法行动往往针对已知的犯罪窝点，在此过程中会附带发现并驱逐同样在场的低危非法移民。媒体和反对派成功地将此类行动描绘为盖世太保式的随意抓捕，聚焦于个别看似无辜的驱逐者案例，而忽略了行动的首要目标是重罪犯。政府未能有效宣传其驱逐行动中高达 70% 是针对犯罪分子的这一事实，导致人道主义叙事盖过了执法叙事。在外交上，特朗普 2.0 政府异常活跃，斡旋多国停火，应对乌克兰危机，重塑中东格局，但这些外交成就在饱受通胀之苦的民众看来显得遥远而奢侈，加深了总统不关心国内疾苦的印象。这些是他第二任期截止日前我所看到最大的问题。2026年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政府是成败攸关的一战。如果共和党不能维持或扩大在国会的优势，他就会面临从 DEI 到能源政策所有国内立法议程的巨大阻力。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动用传讯权
员，对每一位特朗普政府官员进行骚扰式调查，并很可能在短期内启动新一轮弹劾程序。虽然弹劾几乎不可能在共和党掌握的参议院通过，但会极大的消耗特朗普政府的精力、时间和政治资本，重演其第一任期后期的政治困局。此外，特朗普政府虽试图借助美国宪法250周年等契机营造一种国家复兴的积极氛围，但美国面临的深层挑战，如超低生育率、不可持续的国债利息、福利系统的崩溃、价值观分裂等等，绝非一场爱国庆典就能解决。就鼓励生育、财政紧缩、移民筛选、能源政策等极其敏感且艰巨的议题，达成全国共识远超任何一届政府的政治能力。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其成就体现在实质层面，能源政策大步推进，边境失控局面得到初步遏制，军事和文化机构开始逆转觉醒主义的政治正确浪潮，外交上重新强调美国利益与现实主义政治。这些政策若能在后续完全落地，可能深刻改变美国和世界的发展轨迹。其危机则体现在政治沟通与短期民意层面，政府未能将宏大的长期战略转化为选民可感知、可认同的短期收益故事，在通货膨胀等民生痛点上显得迟钝且傲慢。与此同时，它面临着来自媒体、政治对手、内部官僚体系以及复杂国际环境的全方面抵抗。这一任期仍充满不确定性，未来12个月将是决定美国方向的关键时期，让我明年继续观察下去。李在明刚刚踏上前往中国的专机，美国又在后面搞出了大动作。美国陆军一支航空兵大队开始撤离驻韩美军基地，并且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称，这支飞行大队已于去年12月份逐步停止运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支航空大队实际上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恰好是在2022年尹锡悦上任韩国总统的时期组建。该航空大队配备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多款先进的无人机，总人数超过500人。并且从美国方面可以获取到的信息中称，这一次撤离不仅仅是美军正常的海外部署轮换，而是该飞行大队已经被撤销，其中的成员以及装备被分散到其他部队当中。美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这是属于美国现任防长赫格塞斯对美军进行改革的一种正常调整。这支部队存在的时间以及撤销的时间点都非常微妙，显然这背后更多透露着美国一些态度的表达。从比较宽泛的角度上来看，在尹锡悦执政时期，对于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尹锡悦比较支持向美国缴纳更多驻军费用，同时也契合时任美国前总统拜登提出的美国重返亚太口号，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而在现任总统李在明上台之后，在初次面见特朗普的时候，李在明就提出了韩国在美军军费上不愿意继续维持尹锡悦时期的高额度，并且一再表示希望能够把军费用在韩国军队自身，并更多加强与美国方面进行军事技术合作。虽然这一点上美国方面未能直接表达不满，但既然军费不愿意交给美国那么多钱，那么以特朗普做生意的角度，钱给的少了，特朗普一方肯定会在驻军规模上面缩水。另一方面，这支航空大队背后有着太明确的拜登时期执政理念的符号，而美国现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又是一个对特朗普非常讨好的人。所谓的转型改革更多意义是去掉美军中拜登的符号，那么这一支在2022年时期成立的陆军航空大队显然也在被裁掉的行列之中。另一方面则是李在明上台之后的韩国政府已通过多种方式表明将全面调整尹锡悦时期的执政方针与国家战略。尹锡悦时期非常明显是在契合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所谓价值观联盟一体，就是说美国的那些友好国家以及军事同盟，他们不单单是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合作伙伴，同时也在国际政治立场以及意识形态上持有相同价值观，打造出一种美国带领着这些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共进退的样子。不过有些可笑的是，全世界这么多美国的军事同盟里面，只有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之后真的搞起了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忽视中韩关系，在亚太区域内的相关问题上，连韩国自身利益都可以无视，选择去维护美国。尹锡悦倒台之后，李在明清晰地看到这种策略对于韩国在外交经济上造成的重大损失，已经非常直白地释放了一系列信号，要让韩国重回正轨。他在军事上撤换了韩国参谋联席会的高层军官，在政治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动作，那就是放弃尹锡悦时期迁至首尔龙山区的总统官邸，重回韩国总统的传统办公地址青瓦台。与此同时，更是对中方释放出修复双边关系、加强双边合作的信号，才有了这一次的专程来华访问。尤其是在李
在明访问中国之前，特别接受了一次来自我方官媒的专访。在这次长达20分钟的媒体专访过程中，李在明不止一次谈到了4个字，那就是加强合作。在这之间，中韩两国的电话会谈中，韩方外长十分坦诚地表示，韩方尊重中方在核心利益上的表述，中韩将会在更多方面上实现深度合作，并且这次随着李在明一同来到中国的商务团体，其人员组成多达200余人，其中更是包括了韩国的龙头企业三星电子和 SK 集团的会长。这其中表达出来对于加强中韩贸易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对于李在明来说，现在毫无疑问是中韩之间扩大贸易规模、加强经济合作的一个绝妙机会。首先就是在韩国的一大竞争对手日本方面，日韩之间存在着多个企业在对华业务上存在着竞争。然而现在随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引发的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恶化，中日商业交流陷入不畅，这对于韩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毕竟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中韩两国可以回忆的友好合作内容相当丰富。对于日本，中韩两国还有着共同的被日本侵略的历史，这就使得韩国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接受度上比日本产品天然有着那么一些优势。而现在李在明更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不仅仅让韩国的商界团体随着其一起到访中国，李在明更要在访问中国期间去上海拜访曾经的韩国临时政府遗址。这一方面是要在商务上和中国加强合作，更是要在文化上和历史记忆上拉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李在明现在也是有求于中国方面，作为一个桥梁，能够让朝韩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也是由于李在明前任尹锡悦那一系列过于讨好美国的举措，让朝鲜方面对于韩国的态度出现了巨大变化。在文在寅时期，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关系曾经发展到极为缓和且友好，甚至文在寅还成为了在韩方邀请下直接跨越38线进入朝鲜境内的首位韩国总统。这一切的美好都随着尹锡悦的上台被粉碎。在尹锡悦一系列政策的挑衅之下，朝方已经宣布将韩国明确视为敌人。这对于李在明来说，他必须寻找一种沟通渠道，能够让朝韩双方实现更友好的接触，至少不能让现在这样充满敌对的紧张状态继续延续下去。这就十分需要中方从中斡旋，助力朝韩沟通。总的来说，这一次在韩国总统访华前，美军部队的突然撤离，既是美军方面原有的一种计划，其实也是在警示李在明政府要在对外关系上考虑到美国方面的态度。然而李在明现在表现出来的，则更像是要谋求韩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李在明更清楚一点，在东亚这个区域上，韩国的国家安全其实并不取决于驻韩美军的数量。中国现在在东亚能发挥的作用，远要比在大洋另一侧的美国大得多。新一任韩国总统在2026年开年的首次出访就是中国，这对中韩两国关系的未来绝对是一个极好的象征。这也是时隔6年之后，再一次有韩国总统以国事访问的名义到访。李在明来华访问的目的非常清晰，不过就在这时候，韩国内部却传来一个对中韩两国非常不利的消息。一份出自韩国媒体的调查报告指出，韩国境内持鲜明对华友好态度的本国民众比例仅有 12.9%， 而另外一边对华态度明确表示不友好的人则占到了 56.8%， 超过了一半。在整个调查人群当中，对华态度为敌视或极其不友好的韩国人则有 29.5%， 接近1/3。韩国媒体还对调查的年龄分层进行了划分，其中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18至29岁的年轻人。在这群人当中，他们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低至只有 9%， 而对华态度依旧保持友好的人群，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占比最高的是60岁到70岁左右的老人。在中韩外交的重要时刻，韩国国内媒体选择公布这一组民调结果，态度其实也非常明确，那就是非常清晰地告诉李在明，虽然他赢得了大选，但一定要做得小心谨慎，不能再像尹锡悦那样任性而为，否则也难以保证其总统位置。李在明能够成为新一任总统，并不意味着其在韩国有着广泛的支持，毕竟这一次总统选举是在罢免上一任总统尹锡悦之后于计划外进行的。尹锡悦的非正常下台必然会对背后的政治集团党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李在明在扳倒尹锡悦政权的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亮眼的政治举措，使其在韩国人眼中印象更深刻。于是很多韩国人在进行总统大选投票的时候，抱着与其选择不熟悉的候选人，不如投票给相对熟知的李在明的心态，投出了选票。这一次李在明到访中国，对中国方面透露出来的态度是非常端正的。虽然在此之前，李在明已经访问了美国，并与总统特朗普见面，但韩国政府在访问美国的定性上仅为一般性质访问，也就是说，在国事访问这个级别上，
中国是李在明到访的首个国家，这足以见得李在明将中韩关系视为韩国对外关系之中的重中之重，并且从其到访中国之后的一系列表态行为也能够看出，他非常期待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外交关系，进行更多层面上的双边合作。不过毕竟韩国民众的态度摆在这里，李在明还能够不管不顾，继续以他自己的理解坚持对华的友好态度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种民调的结果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感情上的立场表达，真正能够让韩国人用脚选择自身立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经济。李在明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或许太懂韩国人那套嘴上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行动上又特别势利的逻辑。韩国地域狭小，经济模式属于高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统计数据中两国的外贸形势非常清晰。近些年来，韩国对中国出口的贸易总额是一涨再涨，中国进口的商品当中，总额最大的来源国就是韩国。如果从韩国角度看，虽然现在出口总额最大的是美国，但对华出口的贸易总额近些年来持续增长，仅需2到3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国。并且从刚刚结束的元旦小长假数据当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公民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中，韩国首尔赫然在列。也就是说，即便媒体民调数据体现出韩国国内整体上对中国有着所谓不友好的态度，这也改变不了韩国酒吧老板会对前来的中国游客笑脸相迎，更改变不了随着韩国对华出口商品总额的一再增加，韩国国内民众收入提高，总体经济形势变得更好的现状。至于口头上的这些形态表达，其中的水分完全取决于进行调查的机构如何进行操作，实际上对于中韩两国的大局来说关系不大。李在明的态度也非常鲜明，其直接把上台后推动中韩关系重回正轨作为上任以来最大的成就，并在公开讲话当中承认了这一点。他公开表态认为中韩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未来拥有无限机会，这样的发言并未引发韩国国内的明显反对，反而受到了韩国工商界的一致欢迎，并且让韩国商界对于李在明未来执政下韩国经济的发展持有了非常乐观的态度。这也从侧面证实了韩国国内媒体进行的所谓民调无非就是韩国国内政治斗争上针对李在明的一次试探。而现在可以说，李在明已经把这一次的事件通过自己坚持对华友好的立场彻底化解了。与此同时，李在明也非常清楚，对华外交一定要恪守一条中方的红线，那就是中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坚持。这一点李在明在来到中国前接受媒体专访时就已经提到，他对于中方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立场表示尊重，其对该立场的表述用语也非常直白，始终尊重一个中国。这种发言可以说相当有分量，这不单单是在李在明任期内对中国方面的承诺，更是给韩国未来对华的政治态度定下了基调。说李在明在调整中韩关系朝着正向发展上是力挽狂澜也毫不夸张，这也就说明了李在明不会像上一任总统尹锡悦那样在相关涉华关键问题上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去触碰中方的红线。更值得注意的是，此行李在明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地，韩国在被日本侵略进行流亡的时期，在中国上海成立了临时政府，李在明此行目的地之一就是前往这一处临时政府旧址进行参观。这恰恰说明在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上，李在明通过亲自走访因日本侵略而流亡至中国的前政府旧址，以此表明中韩两国在遭受日本侵略期间有着相同的受害经历与立场。他明显是通过宣扬这种历史遭遇上的共同性来进一步拉近中韩两国的关系。所以说，李在明现在深刻意识到，中韩两国加强友好关系就是在加强两国多方面的合作，而多方面合作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中韩两国的贸易将会增多，这让韩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拥有了发展的机遇。可见李在明的政治思路成熟且逻辑清晰，并不是如同尹锡悦那般的投机政客。希望随同李在明总统访华的200余人韩国经贸代表团能够在访华期间与中国企业谈成更多的合作，让两国贸易关系更加紧密，将来也会有更加喜人的发展。